蛋台雪。见到蛋台雪，楚风赶忙挥手，他知道蛋台雪是在找他。果不其然，见到楚风之后，蛋台雪赶忙自那高台掠下，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楚风的近前。不过，跟随蛋台雪一同而来的还有一伙人，那伙人竟是南宫地族的人，而为首的那位，楚风见过，正是那位3品半地的年轻人，也就是南宫百合口中的南宫牙。楚风知道，这南宫牙算是南宫地族的同辈中与南宫百合姐妹俩关系很不错的一个，对他们很是照顾，所以楚风对这南宫牙的印象倒也不错。真是缘分啊，想不到你们居然走到了一起，看样子相处的还很不错。南宫牙洞察力不错，一眼就看出楚风与南宫百合姐妹相处的很是不错。当然不错了，一路走来，楚风救了我们2次命，可是我们姐妹的救命恩人。南宫百合笑眯眯地说道。提及楚风，他是一脸的感激。现在的楚风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反面教材了，而是绝对的正面教材。这要巧，此次若不是蛋台雪姑娘，我们也不会如此顺利的就到达此处。说来，你们还真是我南宫地族的贵人。楚风兄，请受我南宫牙一拜。说话间，南宫牙对着楚风师以叩谢大礼，多谢楚风兄出手相救。与此同时，其他南宫地族的子弟也都向楚风师以大礼，但楚风却看得出来，这些人除了南宫牙之外，其他人并非真心感谢他。南宫兄真是客气了，我所做的都是应该的，是朋友就不要见外。而楚风只是将南宫牙搀扶了起来。2位小姐，你们总算来了，看到你们没事，我们也就放心了。就在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伙人，而看到这伙人之后，南宫百合顿时就怒火奔腾，气得咬牙切齿，因为这伙人正是3000关的人。南宫百合憋了一肚子的气，此刻终于有机会发出来了。他快步的走了过去，轮开双臂，对着3000关的人啪啪啪啪的就是一顿大嘴巴子，嘴巴扇完不够，更是一阵拳打脚踢。而面对南宫百合的暴打，3000关的人不但不敢还手，连躲都不敢躲，被打的那叫一个惨。百合妹妹，你这是做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还是南宫牙看不下去了，一把抓住了南宫百合，把她拦了下来。发生了什么？3000关的关主为了活命，把我和小妹束缚起来，丢向海兽，用我们的命为他争取逃脱的时间。若不是楚风及时赶到，我和小妹早就死了。南宫百合气嘟嘟地说道。什么？听得此话，3000关的人顿时傻眼了，一个个面如死灰，觉得自己是要大难临头，怎么也想不到自家的关主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让他们要背黑锅吗？那3000关关主呢？现在何处？听得此话，南宫牙也是面露怒容。好了，南宫百合说道，百合妹、茉莉妹，让你们受委屈了。不过你们放心，3000关关主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翻遍5只圣土也要把他找出来，让他付出代价。但凡事都讲个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是3000关关主所为，与3000关的成员并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所以也没必要为难他们。南宫牙劝道。南宫百合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个道理他也明白，只是他心里憋着一肚子的气，只有3000关的人才能出，而现在气已经出了，他自然也不会一直为难3000关的人。蛋台姑娘，红墙前辈呢？他是没有到，还是到不了了？在南宫百合吵闹的时候，楚风对蛋台雪问道，因为他感应到这座岛上虽然聚集着不少人，并且也有着不少高手，但却没有5地级的强者，也没有半地巅峰的强者，甚至连5品半地级别的强者都是非常少见的。可是事实上，前往此处的高手可不在少数，但是那些高手都没有出现在此处。楚风觉得此事必有蹊跷。你猜对了，红墙前辈，他们被那风暴隔绝了，他们根本没有到达此处的机会。而我想，练兵仙人之所以这么做，为的就是防止红墙前辈他们保护我们吧。但台雪说道，只要他没事就好。说道，应该不会有事。练兵仙人布置重重难关，为的是考验人，也并非有意杀人。对了，我倒是打听到了一些情报，你应该感兴趣。但台雪说道。什么情报？楚风问道。据我所知，此次5只圣土来的小辈有很多，但是真正有实力的是南宫地族以及北唐地族的人，而东方地族与西门地族的小辈都没有来参加练兵大会。据南宫牙所说，东方地族和西门地族最近与一位叫做罗盘仙人的龙纹级黄袍戒灵师关系走得比较近，他们似乎都想邀请罗盘仙人做他们的挂名长老，做戒灵顾问。而刚好罗盘仙人与练兵仙人有着一些过节，所以他们2家都没有来到此处。除了2座地族之外，还有一座势力的小辈也来到了此处。虽然他们不是人类，但是实力却也不容小觑，需要注意一下，最好不要与他们发生摩擦。但台雪说道，不是人类，那是远古精灵还是妖兽族群？楚风问道。在5只圣土有很多势力，而除了人类外，便是远古精灵以及妖兽族群。妖兽族群分很多种，甚至很多强大的妖兽族群都强过9世，最强的甚至不弱于4大地族。总之，妖兽族群也是5只圣土不容忽视的存在。但是妖兽族群再强，相比于传自远古的神秘种族，远古精灵还是弱了一些。精灵王国那是在5只圣土非常超然的存在，它是人类最强的3辅，也不愿招惹。不是远古精灵，是妖兽，妖蛟王兽。但台雪说道，竟是妖蛟王兽，这也太巧了，想不到这么快就能见到他们。若是别的妖兽，楚风可能没那么大的兴趣，但是这妖蛟王兽，楚风可是颇感兴趣。当初在青木领域有妖蛟兽祸乱一方，青木山派弟子围剿，楚风曾与妖蛟交过手，还杀了妖蛟兽。不过妖蛟兽只是妖蛟兽，与妖蛟王兽不同，妖蛟王兽可以说是5只圣土最强大的蛟类。据说妖蛟王兽可是具有龙之血脉的。龙是什么？那可是传说中的神兽，不存在的神话。所以拥有龙之血脉的妖蛟王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妖兽族群，就算不如人类的4大地族，它也弱不上多少。总之他们的实力比9世要强，
是5只圣土最为强大的妖兽种族之一。楚风早就想见识一下妖蛟王兽了，想不到这么快就有机会。你与妖蛟王兽有过节？听得楚风的话后，但台雪露出了担心的目光。没，只是曾遇见过妖蛟兽，觉得他们的力量很强。不过听闻妖蛟王兽更强，所以才想见识一下。楚风说道。没过节就好，妖蛟王兽可不好招惹，你最好不要招惹他们。但台雪放下心来，放心，我不会无缘无故去招惹他们，因为我没那么闲。楚风笑眯眯的道。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苏柔与紫菱已经来了，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只是听先到此处的人说有2个女子很美，而从他们说的容貌上，我觉得肯定就是苏柔与紫菱。但台雪说道。我知道了，这么说来，他们已经率先前往仙人岛了。楚风问道。他们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知道是否顺利。另外，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也联合组织了一个先遣队过去探路，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但台雪说道。看来想刚登上这仙人岛还真是不轻松啊。楚风苦笑一声，尽管早就知道参加者赐兵大会要经历考验，但这里的考验却比他想象的还要难。还有其他情报吗？但台姑娘，楚风再度问道。有，这岛上有一座石台，但这石台建得很是多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不如你去看看。但台雪说道。好，带我去看看。楚风点头道。对了，楚风，还有一件事。忽然，但台雪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你不如直接叫我的名字吧。但台雪说道。直接叫你的名字？好啊，叫你小雪怎么样？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但台雪柳眉微皱，似是有些不悦，但却没有回答。不喜欢？那雪儿怎么样？楚风再度问道。随你便吧，总之不要蛋台姑娘的就可以。本是同辈，你这样叫我感觉很奇怪。但台雪说完这番话，便率先走了过去，而跟着但台雪走，楚风很快便遇到了一队人马。那是一群年轻人，有男有女，长得都很靓丽，但准确来说，他们却不是人，因为他们的额头之上都长着一个尖锐的角，似是犀牛一般，但却比犀牛要尖锐的角蕴含着极强的力量，甚至就连他们的气息也是与众不同，散发着妖气。很显然，他们应该就是妖蛟王兽，而这些妖蛟王兽果然不弱，不仅个个都是半地境，其中最强的竟也是3品半地。妖蛟王兽似乎不善言谈，看到楚风与但台雪走过，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没有敌意，也并不友善，仿佛是在用目光说，不管你们来自哪里，最好都别招惹我们，因为我们绝对不好惹。楚风感觉这妖蛟王兽挺有趣的。楚风所说的有趣，不是说他们的性格，而是他们明明是妖兽，却把自己幻化成人形，并且无论男女还都幻化得这么美，似乎很渴望成为人类中的俊男靓女一般。就是这里，而在但台雪终于停止脚步，指向了一块石台。这石台为长方形，高不足3米，长有10米，宽有5米，建在一片草坪之上。石台的材质有些特殊，不是普通的石头，算是金刚石的一种，属于黑色金刚石。这种金刚石可以算是金刚石中最为坚固的一种。我很奇怪，为什么无缘无故在这里建造一个石台，意义何在？但台雪不解地说道。这石台被人动过手脚。楚风一眼就看出了门道。真的？但台雪有些意外，尽管他怀疑这石台有问题，但他真的没有看出这石台有被动过手脚，而楚风一眼就看了出来，让他很是意想不到。我能够确定这石台是不完整的，石台上应该有一个石碑，只不过那石碑被人拿走了，尽管做过很完美的掩饰，但还是逃不过我的眼睛。楚风说道。那么那石碑上面会写着什么？又是什么人拿走的那石碑？楚风问道。我觉得这石碑上面写的内容很可能是有种提示，而那拿走这石碑的人是不想后来者看到这提示。我若没有猜错，拿走这石碑的人是最先到达这座岛上的人，并且是结界之术非常精湛的人，是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否则不可能取走石碑，却连你都看不出来。楚风说道。究竟是什么人，竟做出了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但台雪柳眉倒数，冰冷的双眸之中涌现出隐隐怒意。这片海域这般不太平，人们应该相互帮助才对，可是偏偏有人做了相反的事情，让他很是不悦。未必是损人不利己，很可能是损人利己之事。楚风说道。你是说那石碑上可能记载着一些关于利益的事？那你觉得究竟是什么事？听楚风这么一说，但台雪也变得好奇起来。那石碑都没了，我也只能乱猜，可能是这附近有什么宝物，又或者是前方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提示，总之都有可能吧，肯定是有好处才对。不管怎样，小雪，我们接下来都要小心为上，对任何人都要有着一颗警戒之心。楚风说道。楚风表面没有太大变化，但内心却变得警戒起来。来参加这场赐兵大会，并且走到这里的，可以说是没有泛泛之辈，但是人心可畏。目前除了个别的几个人之外，楚风不相信任何人。而别看现在这些人汇集着小岛上，看似和谐，但是若是接下来的路途中发生了关乎利益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一场血雨腥风，他们必须小心应对。我明白。对了，有一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但台雪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你别叫我小雪，感觉很奇怪，还是直接叫我但台雪吧。但台雪说道。可是我已经习惯叫你小雪了呀。楚风一脸为难的样子。那随你吧。但台雪有些无奈的说道。小雪，这就是你的那个同伴楚风吧？就在这时，忽然一道男子的声音响起，一队人马走了过来，是北唐地族的人，而为首的那位年轻人，无论是年龄还是实力，都与南宫雅很像，年纪轻轻已是3品半地，并且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但这个人的态度与南宫雅的和善可亲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他一脸的坏笑，满是放荡不羁，且一双目光正很是轻蔑地打量着楚风。楚风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北唐子墨，
是北唐地族的四皇子。一番打量之后，北唐子墨伸出手来，他是在示威，因为他说他是北唐地族的皇子，而不是少爷。这说明他的父亲正是北唐地族的族长，并且他伸出来的手也是涌动着暗劲，幸会。而楚风则是淡然一笑，没有过的理会。他能够感觉到此人来者不善，对于这种人，他没必要理会，因为就算你笑脸相迎，他该找你麻烦的时候，还是要找你麻烦。怎么，连握个手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不是男人？果不其然，北唐子墨再度开口了，这一次的语气很是挑衅。此刻，楚风眉头微皱，目光之中闪过一抹不悦。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向他挑衅，不管对方是谁。子墨兄，握个手而已，我与你握，怎么样？然而就在这时，一只有力的大手忽然伸了过来，紧紧地握住了北唐子墨的手，是南宫崖。南宫崖率先过来了，南宫百合他们也正在往过赶，显然他们是来为楚风解围的。南宫崖，别急，此次刺兵大会结束，我就与你分个胜负。不过现在我还想保存实力。北唐子墨淡然一笑，收回了自己的手，随后看向了迎面跑来的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一脸邪笑地说道：“你这两个妹妹长得不错，好像是一对姐妹花吧？不错，我喜欢。等再过2年，我就去你南宫家提亲，把她们两个给娶过来。谁要嫁给你？”南宫百合冷哼一声，一大口吐沫就吐在了地上，一脸的看不上，一脸的不稀罕。小丫头还性子还挺烈，不过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对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若是要娶你们姐妹，你还真就拦不住，毕竟你我的身份如此的悬殊，我娶你们姐妹是你们姐妹的福气。哈哈哈！北唐子墨在一阵猖狂的笑声中离开了。这个北唐子墨真是混账透顶。哥，为什么要与这种人合作？难道我南宫地族自己还到达不了仙人岛吗？南宫百合被北唐子墨气得小脸通红，咬牙切齿。北唐子墨是混账了一点，但北唐家的实力还是不错的。这海域不太平，你我一路走来都见到过了，而未来的道路更是充满未知，与北唐家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南宫崖解释道：“反正我不嫁给那个家伙。”忽然，南宫茉莉嘟着小嘴说道：“哈哈，放心吧，一定不会把你嫁给那个家伙的。”南宫崖哈哈笑道：“楚风兄，那北唐子墨为人就是如此，看到美女就走不动步，而缎台姑娘如此容颜，她自然是垂涎3尺，所以她才视你为敌人。不过你放心，有我在，绝对不会让她对你如何。”南宫崖对楚风保证道：“明白。”楚风淡然一笑，随后对南宫崖说道：“南宫兄，我发现了一点情况，不知对接下来的行程没有帮助？”楚风觉得南宫崖不错，所以没有跟他隐瞒关于那石碑的事情，而是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南宫崖。楚风兄，你真的确定这里以前有一个石碑？南宫崖也是一位界灵师，不过却是金袍界灵师。此刻听了楚风的话后，他也是紧张的打量起那石台，但他却发现不了任何的破绽。哥，你就别怀疑了，楚风的结界之术非常厉害，尤其他的那双眼睛，看东西很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还不待楚风说话，南宫百合便一脸坚信的说道：“你这丫头，我又没说不相信楚风兄弟。”南宫崖苦笑一声，随后对其他南宫地族的人说道：“这件事先别告诉任何人，也许对我们会有帮助。”是。南宫地族的人一同回道，没有一丝迟疑。南宫崖在南宫地族的小辈中颇具威望，无论是实力还是人品都很受认可，所以在此行的小辈之中，他可以算是南宫地族的首领级人物。而过了没有多久，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联合派出的先遣队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前方直通仙人岛的道路上又出现了2个通道，与之前的一样，一边是凶险的，一边是安全的。而先遣队的人还试探着走了进去，结果就是南宫地族3人受伤，北唐地族2人受伤，1人死亡。又是选择题吗？变兵仙人能不能换一个花样？得知这个情报后，南宫百合很是不满，虽然仍旧是选择题，但这次已经不用犹豫了，还是要选择安全的那条，凶险的那条太危险，是死路。那位负责探路的南宫地族之人说道：“他曾进入过凶险的那条路，他不会忘记那里面有多凶险，他能逃出来都是运气。我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的人集结的也都差不多了，那就出发吧。”确定之后，南宫崖果断下令出发，想要快一点登上仙人岛。不过因为南宫地族的人还没有全部到齐，为了以防万一，南宫崖还是留下了2名南宫地族的人，给后来者引路，告诉他们应该选择哪一条路走。决定之后，立即出发。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联合起来，一眼看去还是很有实力的，所以其他势力的人，无论是年轻一辈的强者，还是老一辈的人物，也都跟了过来，想跟着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一起走。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妖蛟王兽们也都跟了过来。可以说，这一次楚风等人是真正的声势浩荡。看到那一大群半地级的强者，南宫百合等人的安全感都是提升了不少，但是楚风却没有感觉人多就安全，相反他觉得人越多越不安全，尤其是北唐地族的人，他很不信任。这位年轻人，看样子你很没安全感啊。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在楚风的脑海响起，是那样的甜美，是那样的动听，是那样的迷人。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来了精神。蛋蛋，你醒了！楚风狂喜无比，因为他知道是沉睡已久的女王大人苏醒了。此刻的楚风简直太高兴了，所以也顾不得赶路，赶忙将心神投射到了自己的界灵空间之内。此刻，蛋蛋果然站在界灵空间之内，一袭黑色的羽毛短裙，一头黑色的长发，一双硕大的眼睛，一张绝美的容颜，一个迷人又是可爱的微笑，正笑眯眯地望着楚风。蛋蛋还是那样的美，这位女王大人还是那样的妖娆，一颦一笑无人可比，说其是天下第一美女也绝不为过。见到女王大人，楚风身形一纵，直接掠到了她的身前，
随后张开双臂，一个熊抱便将蛋蛋那娇柔的身躯紧紧地揽入了怀中。相隔多日，如别墅在，那种思念只有楚风懂，所以此刻的喜悦也只有楚风懂。这便宜占的也太明显了吧？要不要抱得这么紧啊？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调侃起来。虽然嘴上说楚风在占她的便宜，但是她的身体却也没有做出任何抵触的动作。还不是担心你这丫头？楚风适可而止，放开了怀中的蛋蛋，眯着双眼，带着笑容，仔细地打量起来。那个模样倒是颇像一只狼看到了一只羊。九品武王追上我了呀！看来你在九灵神图内得到的好处不低于我吗？发现蛋蛋此刻的修为后，楚风更为高兴了。女王大人的战力逆天的可怕，当初只是5品武王的他，就虐了1品半帝级别的界灵，并且那只界灵的真实战力可是2品半帝，但哪怕如此，他也根本无法与蛋蛋抗衡，所以蛋蛋的战力非常的可怕。楚风现在的战力已是逆天，可若与蛋蛋相比，那简直就是渣。而如今蛋蛋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9品武王，那么依照他以往所表现的战力来推断，怕是寻常的6品半帝都不是蛋蛋的对手。那你看了，不然我睡这么久岂不是白睡了？本女王就实话告诉你吧，我现在若是能够吞噬到5帝的本源，修为就算提升到1品半帝也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这回有安全感了吧？蛋蛋拍着胸脯，一脸得意地说道。当然了，有你在，我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楚风说的是实话，蛋蛋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以前或许没察觉，但是蛋蛋沉睡的这段日子，他是如此的孤单，是如此的寂寞，仿佛一部分灵魂丢失了一样，那种滋味真心不好受。但是蛋蛋回来了，他的那部分灵魂也就跟着回来了，楚风的灵魂也就变得完整了。马上就要见到你的2个未婚妻了，当然精神了，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蛋蛋撅着小嘴白了一眼楚风。你也知道紫菱与小柔的事情。楚风有些意外，我只是在炼化那力量，又不是真的在睡。这段日子你所经历的所有事情，我几乎都知道。蛋蛋说道。楚风，你怎么了？而就在这时，一道道呼唤开始不断响起，是蛋台雪以及南宫百合的声音。快回去吧，不然都以为你怎么了呢？蛋蛋笑眯眯的道。沉睡了这么久，终于能说话了，他也显得很是兴奋。见状，楚风赶忙将心神投射回自己的身体，因为在他把心神投射到界灵空间的时候，他的身体将不受控制，会站在原地不动。蛋台雪他们正是发现楚风忽然不动了，所以才来问楚风，你怎么了？怎么忽然就不动了？见楚风的眼中终于有了神，蛋台雪才继续问道，没事，继续走吧。楚风此刻一笑，笑得异常灿烂。笑过之后，他也没有多说，而是夹带着那喜悦情绪追上了人群。他是怎么了？怎么走神之后就这么美了？南宫百合愣了愣后，对蛋台雪问道。因为这是他认识楚风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楚风这么开心。不清楚。蛋台雪摇了摇头，他性格沉稳，所以没有多问，而是见楚风没事，就放心下来，追了过去。楚风等人一路前行，终于来到了那所谓的分岔路。果不其然，这与那先遣队的人所说一样，这是2条道路，左边那条一看就很凶险，右边那条一看就很安全。这2条路简直与楚风他们之前所经历的如出一辙，一模一样。走吧。来到此处，南宫雅等人并未犹豫，率领着众人便要走向那安全的路。等一等。可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开口说道，我觉得应该走左边那条看似凶险的路。你说什么？走凶险的那条路？你想害死我们吗？楚风一出，北唐地族的人顿时大怒，尤其是北唐子墨，更是指着楚风的鼻子说道，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我的人已经亲身试过了，那条路不能走，我北唐家的人已经有人死在里面了，难道你嫌我们死的不够多，还想害死我们，想让我们全都死在里面？这是什么心态？简直就是有病。而被北唐子墨此话一出，不仅是北唐地族的人开始羞辱楚风，就连其他势力的人也都开始羞辱楚风。他们都坚信安全的那条才是真正的安全的，走凶险的那条路是在自寻死路，路就摆在那里，腿常在你们自己身上。我只是说出我的观点，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但最终怎么决定还要靠你们自己。楚风不急不躁也不生气，很是平静地说道，表现得很有风范。真是废话，我们走。听得楚风此话，有一些人率先地走入了那条安全的路，紧随其后，妖蛟王兽们也是走了进去。到的最后，就只剩下北唐地族以及南宫地族的人，与楚风还有蛋台雪还没有移动。南宫雅，你是准备带着你南宫家的人跟这个傻子去送死吗？若是送死，我可就不陪你们了。我们的联盟现在解除。北唐子墨说完这番话，便甩了甩衣袖，随后率领着北唐地族的人走了进去。这个家伙真是找死！楚风要不要现在就让本女王帮你灭了他？淡淡冷声说道。他早就看着北唐子墨不顺眼了，可以说除了他之外，他不允许任何人用阴阳怪气的语气与楚风说话，更何况这北唐子墨多次公然的羞辱楚风。身为楚风女王大人的蛋蛋怎么可能看得下去？不急，这种跳梁小丑以后有都是机会对付，先让他多活一阵，有他哭的那天。楚风淡淡一笑，北唐子墨再三挑衅，楚风怎么可能不动气？只是楚风忍了下来，因为楚风觉得对付这种货色以后有都是机会，而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毕竟人多眼杂。若是楚风现在对付北唐子墨被其他人传了出去，楚风可是要倒大霉的，并且楚风也不能因为了对付北唐子墨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杀掉，那显然不现实。所以无论怎么看，现在都不能对付北唐子墨，甚至与他动手也是不理智的行为。想不到你现在考虑问题这么全面，果然成熟了不少，本女王没白培养你，不错不错。而听得楚风的话后，蛋蛋也是颇为得意的点了点头。楚风兄，你是看出了什么吗？右边那条看似安全的路，是不是暗藏凶险？南宫雅很聪明，直到所有人都离开后，
他才对楚风问道：“右边那条路是安全的，应该可以直达仙人岛。”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莫说南宫崖，就连南宫百合等人也是一愣，被楚风彻底搞迷糊了。右边那条路是安全的，楚风为什么还要选择走左边？他们都不明白楚风究竟想做什么了。还记得我说过的那座石碑吗？我觉得那座石碑上记载着的，很可能和左边这条看似凶险的通道有关系。右边那条通道的确很安全，但是从那里走了，我们将一无所获。可是选择左边这条通道，我们定然会有所收获，因为左边这条路也是一条通往仙人岛的路。他此刻展露出的凶险，不过是障眼法而已。这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我仔细观察所得到的结果。楚风说道：“不，我们已经进去过了。这条通道的凶险，绝对不只是摆设，里面真的有杀人的阵法，非常可怕。左边这条路，绝对不只看着凶险而已，它是真的很凶险。”之前走过那条路的南宫地族之人，立刻否定了楚风的说法。要想有所收获，肯定要冒着风险，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善意的提醒，究竟走哪条路，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决定。总之，我选择这条。楚风话到此处，不再多说，而是直接走入了左边那条看似凶险的道路之中。但台雪并未犹豫，而是紧随其后，跟着楚风走了过去。哥，我也要跟着楚风，想看一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南宫百合跑了进去，这一次他明知道这里面有危险，但还是毅然的选择了楚风的决定。我也去，我也去。而南宫茉莉也是死活要跟着，怎么劝都是没用。无奈之下，南宫崖只好跟着选择了左边这条路。但是他不能让南宫地族的其他人跟着他们冒险，所以除了他们3人之外，他命其余的南宫地族之人全部走右边那条路。而南宫地族的人事实上也都不想跟着他们冒这样的风险。现在南宫崖竟让他们走那安全的路，他们自然不会违抗。本来南宫崖自认为修为最好，所以想打头阵，但是楚风却毅然的选择了走在最前边。楚风已经发现了这座通道内的凶险现象的确都是伪装的，这里本身就是一个障眼法，并且据楚风推断，这条路里面不仅现在安全，后面也应该会安全，基本上不会有凶险存在。就算这里面真的有凶险，楚风觉得也绝对不会是练兵仙人所为，而是其他人所为，是与楚风他们一样来参加这赐兵大会的人所为。楚风若是没有猜错，在这里面用阵法伤了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的人，很可能就是拿走了那石碑的人。楚风前面有阵法陷阱，很难走，不好破，应该是有人精心布置的。忽然但台雪凝重地提醒道，因为他已经发现楚风的前面有着一座结界阵法，那是一种陷阱，并且应该是耗费一定时间布置的，很难破解，连他都没把握，安然地闯过去。我知道你们跟着我绝对不会有事。连但台雪都发现了这种陷阱，楚风自然早就发现了。这陷阱很精妙，但却远不能与练兵仙人的手段相比，并且这结界陷阱布置的时间不长，与这通道内的一切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时间点上的东西。所以楚风越发确定，这里面已经有人率先来过，是那人留下了这样的陷阱。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就是阻止其他人深入此处。楚风越发越兴奋，他真的很想看看是什么人做出了如此卑鄙的事。而在楚风的带领下，但台雪等人步步跟随，果然顺利地躲过了那结界陷阱。此事过后，南宫崖也是对楚风也是开始刮目相看，因为楚风的结界之术果然狠色精湛，至少身为金袍界灵师的他，根本没有可能这样轻描淡写的就闯过那样厉害的结界陷阱。南宫兄，保护好百合与茉莉，接下来可能有点棘手。忽然楚风说道。明白。而南宫崖也不傻，事到如今，他也早就看出这里面是有蹊跷的，甚至也猜出来是有人在耍手段，等下免不了要有一场恶战。所以楚风开口之前，他就一直紧紧地跟着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将他们2个守护在自己1米以内的距离，做到绝对的保护。楚风提醒之后，继续往前。可是忽然之间，天摇地晃，前方与后方的道路全都被金色的结界所封锁，他们到底还是落入了陷阱之中。这一刻，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都是有些紧张，因为当那封锁退路的结界出现之时，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对方至少是蛇纹级的界灵师，是不好对付的角色。可是相比于他们2个，楚风却显得很是淡定，因为楚风是故意的，他是故意落入这个陷阱，为的就是要引诱那幕后黑手现身。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们闯进来。果不其然，一道怪异的声音自那阵法之外传来，地狱就你布置的阵法也能叫做地狱？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吧？楚风冷笑一声，不免有些嘲讽。小子，我知道你有些手段，但就凭你觉得你能破开我这阵法吗？那位传来一声鄙视的声音，破你这阵法，真心不难。然而就在这时，南宫崖却忽然开口了。此刻南宫崖的额头之上闪耀着一个金灿灿的地字，那是地级血脉。而在施展了地级血脉之后，南宫崖的气息竟然从3品半地提升到了4品半地。达到4品半地之后，南宫崖还取出一把兵刃，那是一杆蓝色的长枪，地威萦绕，乃是一把半成地兵人境狂龙刺。突然之间，南宫崖猛然出手，手中的长枪一颤，竟化作一条蓝色的狂龙。那狂龙威势绝伦，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便将那结界阵法洞穿开来。这一刻，莫说是旁人，哪怕是楚风也是眼前一亮，这南宫崖的真实战力简直能够媲美7品半地。此子不愧是南宫地族的天才，果然很强，至少比现在的楚风要强。除非让蛋蛋出马，否则现在的楚风绝对不会是这南宫崖的对手。南宫崖，你的进步还真是神速啊，简直超乎我的想象。不过想与我作对，你还是太嫩了一些。当那阵法被破之后，一道身影也是飘荡而出，那是一位老者，身穿红色的长袍，如血一般。但最重要的是，那老者的长相
如鬼一般，很是可怕。竟然是你！见到这位之后，哪怕是南宫崖也是神情一变，脸色发生莫名的变化，眼中涌现出了浓郁的惊讶。我的乖徒儿，看到师尊还不施以跪拜之礼？那位冷笑着说道。师尊，此人是你师尊？听得此话，楚风也是颇为吃惊，向南宫崖询问起来。这老者实力不错，乃是6品半地，并且拥有逆天战力。虽然只是逆战1品，但他的真实战力应该也在7品半地的水平。可是这样的实力，显然还不配做南宫崖的师尊吧？而对方不仅这样说，南宫崖的表情似乎也在默认，这便让楚风很是费解。他不配做我的师尊，他是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鬼脸老道，今日我就要为我姐姐报仇，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忽然间，南宫崖爆发出了无比强烈的杀意。话到此处，他早已身形一动，手握那半成地兵的长枪，施展出道威力绝伦的攻势，便向那位长得如鬼一般的老者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招招致命，如同连绵暴雨，杀意之浓，简直令人骇然。南宫崖此刻的手段，当真是杀意盎然，似是与对方有着绝对的深仇大恨。不孝徒儿，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好歹传授了你结界之术，你竟敢这么对我！看为师今日就好好教教你该如何做人。面对南宫崖的杀意滔天，那老者却是冷笑连连之间，施展出道结界阵法，与南宫崖交战在了一处。这一刻，楚风发现这老者的结界之术相当的厉害，不仅是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他的结界之术战力更是强悍的很。不仅他自身修武的战力在7品半地，他结界之术的战力竟也在7品半地。这样的手段，哪怕楚风也是愕然。要知道，这可不是所有界灵师都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这位老者既然做到了，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他的结界之术非常精湛，远胜过寻常的界灵师，甚至他的结界之术比应风谷村的马村长还要厉害。百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不解之余，只好向南宫百合求解。那个家伙叫做鬼脸老道，他虽然修为不是很强，但是他结界之术的造诣的确很高，在武之圣土也算是小有名气。当年南宫崖哥哥的父亲想让南宫崖哥哥在修武的同时，结界之术也能够有不错的进展，所以便不惜重金高价收集来多种厉害的结界之术，并且还请来了这鬼脸老道教授我南宫崖哥哥结界之术。可不曾想，这鬼脸老道看到那么多珍奇的结界之术，便心生贪念，不仅寻找机会将南宫崖哥哥之父亲花重金购买的结界之术全部偷走，还杀了我南宫家的人。最可恶的是，这鬼脸老道在临走之前还了南宫崖哥哥的亲姐姐。南宫崖哥哥的姐姐不堪受辱自尽身亡，而那时候的南宫崖哥哥则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只是还只是个孩子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却又无法阻止。这给南宫崖哥哥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是他此生最大的痛。这些年来，我南宫家一直在寻找着鬼脸老人，可是他隐藏得很深，竟一直找不到。真是想不到，今日在这里碰到了他。提及此事，南宫百合也是一脸的愤怒。原来如此，想不到南宫兄还有这样悲惨的经历。此刻，楚风也终于明白为何南宫崖如此的愤怒了。自己的亲生姐姐惨死在对方的糟蹋之下，而且自己还亲眼目睹了一切。换作是谁都会愤怒，如果换作楚风，也许会更为愤怒吧。既然他们二人有如此大仇，就让南宫兄亲自了断他吧。楚风看得出来，南宫崖很强，这鬼脸老道虽然也很强，但是他的天赋显然不如南宫崖，所以楚风觉得南宫崖应该能够胜过鬼脸老道才对。百合茉莉随我来，我倒是想看看这个老畜生究竟为了什么而阻止我们来到此处。楚风说话间，便想带着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继续深入，想看看这里面究竟藏了什么。我想留下来看看这个老畜生是怎么死的。可是南宫百合却不肯离开，茉莉也要留下来，南宫茉莉也要留下。见状，楚风意念一动，双手变化，一层金色结界之力便奔涌而出，化作一道非常强悍的结界阵法，将南宫百合与南宫茉莉笼罩其中，并且还将一道传送符交给了南宫百合，说道：若是情况不妙，立刻通知我。话罢，楚风便继续深入，而深入没有多久，楚风便发现了一座石碑。那石碑的体积大小与那岛上石台所丢失的石碑一模一样，而还未靠近，这石碑上果然写着字，但是只有简单的5个大字：富贵险中求。这个提示也够明显的了，难怪那鬼脸老人要把此碑偷走。只是他为何不毁掉此碑呢？楚风有些不解，毕竟他是界灵师，而且还是经验老辣的界灵师，也许他觉得这里面有宝贝，而这石碑很可能就是开启那宝贝的钥匙吧。淡淡解释道：有道理。楚风点了点头，因为淡淡所说的确在理。不过此刻的楚风却也懒得理会这些，而是动用天眼四处观察。他觉得若是这里面真的藏有什么，那么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了。忽然楚风的目光锁定一处，嘴角露出了淡淡笑意。那片区域什么都没有，但是楚风来到近前，大袖一挥，便顿时金芒四射，出现了一大片蛇纹级的黄级结界之力。原来这是一座隐藏阵法，很是隐秘的隐藏阵法，若不仔细观察，真的很难发现。不过可惜，还是被楚风发现了。这结界阵法虽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的手段，可是因为布置的很是匆忙，所以楚风想要解开并不难，可以说很是轻松。楚风说动就动，凝聚结界，开始破阵。果不其然，就如楚风所料，很快便将这隐藏结界破解开来。小鬼，我的东西你不能动，若敢动，我非灭了你不可。可是那隐藏结界阵法刚刚解开，楚风便听到一声满是威胁的声音传来，正是那鬼脸老道。显然他也知道楚风破开了他的结界阵法，此刻正在暴怒。然而对于鬼脸老道这满是威胁的话，楚风却是不以为然，反而微微一笑，大声回道：你不让我动，我就偏要动。小兔崽子，
非要灭了你不可。楚风此话一出，便立刻受到了那鬼脸老者杀意滔天的回应，而楚风则是面带微笑，不以为然。与此同时，楚风大袖又是一挥，那层隐藏结界便彻底消失于楚风的面前。只不过那隐藏结界消失之后，又是一道金灿灿的结界阵法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只不过这道结界阵法相比于先前的隐藏阵法，可就要厉害得多。哪怕楚风也是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道破解阵法，一道非常厉害的破解阵法。不仅是蛇纹级黄袍戒灵师的手段，这阵法本身也是非常厉害的手段，寻常的戒灵师根本不会掌握，就算掌握也很难布置得出。只是通过这结界阵法，楚风便知道这鬼脸老道的确不同凡响，可以算的上是5只圣土众多戒灵师中的一位精英存在。若是给予他一定的时间，他日后就算成为龙纹级黄袍戒灵师，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此刻，这座破解阵法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那是因为他正在破解一座守护阵法，而那守护阵法内有着一件物品，那是一个古老的卷轴。那古老的气息是那般的与众不同，只看一眼，楚风就知道这个古老的卷轴，怕是传自远古的物品，摆放在这里，应该是练兵仙人给予人们的一个奖励才是。但是这个奖励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拿到的，因为一层非常强悍的结界阵法守护着那张卷轴，而鬼脸老道所做的一切，就是想要破开那阵法，拿到那张卷轴，并且现在的他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效。这鬼脸老道的结界阵法很强，不过想要破开，还需要一段时间，不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双臂开始舞动，层层结界之力进化做到符咒，巧妙地融入鬼脸老道的阵法之中。楚风是想要掌控那鬼脸老道的阵法，然后借用他的阵法来快速地开启练兵仙人的阵法。小兔崽子，竟敢借用我的阵法，你真是无耻透顶！那鬼脸老道感应还真是敏锐，竟察觉楚风要掌控他的阵法，气得暴跳如雷，怒吼不断：无耻！我可比不过你！楚风冷笑一声，便继续掌控那阵法。然而忽然之间，一声怒吼自阵法之中传来，随后一条条如蛇一般的物体自那阵法之中爆射而出，速度之快，眨眼之间便落在楚风身上，紧紧地缠住了楚风，并且还开始撕咬楚风，威力相当之强，简直就是要将楚风给活活撕碎。这鬼脸老道布置的结界阵法竟然设置这种手段，这是一种防止他人控制他阵法的陷阱。小兔崽子，老夫的阵法也是你能动的吗？这就是你的下场！那鬼脸老道发出嘲讽的声音，原来他是故意的，先前是故意装作紧张，为的就是让楚风掉以轻心，好让楚风中了他的圈套，雕虫小技。然而楚风只是冷笑一声，随后连动都不动，无数道由结界凝聚的刀刃便自楚风体内飞展而出，刀光闪，残花乱，那如蛇一般的陷阱在那金色刀刃的面前纷纷化作两段，自楚风的身上脱落下来。随后楚风再度加强自己结界灌输的力度，很快便切断了那阵法与鬼脸老道的所有联系，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力量贯穿其中，以示让那阵法为自己所用。怎么可能？你的结界阵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一刻，鬼脸老道吃惊无比，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楚风只是8品武王的修为，可是楚风的结界之术的战斗力竟然如此之强，比他结界之术的战斗力还要恐怖得多。这让自认为结界之术天才的他非常的难以接受，一时之间不愿相信这个事实的哀嚎声响彻不断。而楚风却是不予理会，一边运用鬼脸老道的阵法，一边运用自己的手段，专心致志地破解那阵法，想要尽快拿到那远古卷轴。没用的，你破不开那阵法，老夫用了多日时间都没破开，凭你这驱虫文级的黄袍戒灵师，怎么可能破得开？你凭什么？等着吧，老夫收拾掉这孽徒，就去宰了你这胆大包天的小兔崽子，顺便睡了那3个丫头。哈哈哈，3个小美女，个个都比南宫月美，老夫今天可是有福气了。鬼脸老道发出无耻的笑声，老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而就在这时，南宫牙杀意滔天的声音则是再度响起，因为那鬼脸老道所说的南宫月，正是南宫牙死去的姐姐。孽徒，就凭你也想将我碎尸万段？今日要死的是你！鬼脸老道不甘示弱，面对南宫牙的凶猛攻势，他不但不退不避，反而同样发动了凶猛的攻势，还真是低估那鬼脸老道了。这样下去，南宫牙未必是他的对手。楚风此刻虽然不在那战圈之内，但相隔的也不是很远。鬼脸老道既然能察觉到楚风的一举一动，楚风自然也能察觉到鬼脸老道的一举一动。楚风发现这鬼脸老道很难对付，只是结界之术就挡下了南宫牙的所有攻击，并且还不断发动反攻。尽管南宫牙杀意滔天，但却也拿鬼脸老道没有办法，竟陷入了劣势。楚风，要不要我出手帮他？就在这时，一道传音映入耳中，是淡台雪。但台雪也一直留在那里观看二人的战斗，眼见着南宫牙搞不定鬼脸老道，淡台雪也是想要出手，毕竟趁着南宫牙还没有输，联合2人之力对付鬼脸老道，胜算会大一些。出手吧，不过千万小心，不要强来。楚风回应道。楚风话音刚落，阵阵轰鸣便不断炸响。淡台雪出手了。淡台雪这一出手还真是非同小可，他直接动用了天赐神力，修为从2品半地提升到了3品半地，并且他还拿出了一杆笛子。那杆笛子是半成地兵，并非仿品，而是真正的半成地兵，乃是他自咒土门得到的符咒摄魂笛。只是凭借着这把半成地兵，淡台雪便缩进了与南宫牙以及鬼脸老道的差距。这淡台雪竟然这么强！此刻南宫百合还站在战圈之中，他看着那满天的雪花以及淡台雪手中不断散发出爆炸性符咒的笛子，他的小脸早已是被惊得目瞪口呆。他发现原来不仅楚风逆天，楚风的同伴淡台雪也是如此的逆天。他当初还真是走了眼，
竟然如此低估了楚风他们这一行人。通道之中涟漪四射，轰鸣四起，阵阵恐怖的威压如风卷残云，不断席卷开来，冲撞的这通道都是一颤一颤的。若不是楚风布置的阵法还算强横，南宫百合早就拉着南宫茉莉尽快远离此处，根本不会一直死守这里。因为淡台雪三人的交战已是越发激烈，南宫雅手握长枪，金芒四射，南宫地族的手段被他施展的行云流水，尽显大成之气。淡台雪人如其名，冰冷如雪，寒气逼人。他那天赐神力所化的道道雪花，比利刃还可怕，凶猛无比。但是此刻淡台雪最强的手段却是来自他手中的那杆长笛，真正的半成地兵符咒摄魂笛。符咒摄魂笛乃是咒土门的一件至宝，但不仅被淡台雪得到，还被淡台雪所征服，认主于了淡台雪。淡台雪此刻可以随意地催动着符咒摄魂笛的力量。符咒攻击只是第一阶段，现在淡台雪施展的乃是第二阶段的攻击，将符咒幻化成人形的死士，数十名高达10米的死士，手握巨斧，散发浓郁的杀气，以凶猛的攻势不断地向鬼脸老道发动着致命的攻击。按理来说，淡台雪与南宫崖的联手可以说是相当之强横，寻常的七品半帝也早就应该被斩杀了才死。可是他们的对手偏偏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存在。鬼脸老道修为并不高，但是当初能被南宫地族邀请去传授南宫崖结界之术，正是因为他的结界之术很强。他是一位结界之术高手，他结界之术的战力比他修武的战力还要强，所以哪怕南宫崖与淡台雪联手，他依然能够应对自如，不落入下风。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个驱虫文级的黄袍界灵师，怎么可能这么快破开这阵法？可忽然之间，鬼脸老道老脸大变，歇斯底里的咆哮起来。原来是楚风已经破开了那阵法，将那远古卷轴拿在了手中。察觉不对，鬼脸老道已经急了，一道虚晃便要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他是要抢夺楚风手中的远古卷轴，想走。然而南宫崖与淡台雪岂会给予他这个机会？二人同时发动攻击，死死地缠住鬼脸老道，他根本没有脱身的机会。你们两个这是急着送死？那好，老夫我就成全了你们。鬼脸老道真的是急了，他的身体开始散发出血红色的气息，与此同时，他的黄级结界竟也从金色化作了血红之色，甚是诡异。南宫崖，小心点！他用了结界之术中的禁忌手段，与修武者服用禁药的效果相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他增强的不是武力，而是结界之术。但台雪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对，提醒与他并肩作战的南宫崖，发现又如何？反正都要死。鬼脸老人出手了，这一次的出手果然与众不同，血红色的结界之力铺天盖地袭击而来，竟化作无数个血红色的窟窿头，张着大嘴向南宫崖与淡台雪咬了过来。那种强大的气息顿时让南宫崖与淡台雪压力倍增。而此时的楚风不仅拿到了那远古卷轴，并且还打开了那远古卷轴。看到远古卷轴上的内容之后，楚风狂喜无比，竟然这要巧，竟然是我梦寐以求的恶灵束缚阵。楚风真的是高兴坏了，因为这远古卷轴上记载的不仅是一种结界阵法，还是一种禁忌之法——恶灵束缚术阵。恶灵束缚阵顾名思义，是一种能够控制恶灵，让恶灵为自己所用的手段。而除了恶灵束缚阵之外，楚风还在九灵神图中得到了另外一种禁忌之法，那便是戒灵破风阵。戒灵破风阵的作用就是解除戒灵师与戒灵的契约，将戒灵从戒灵师的戒灵空间剥夺而出，成为一只恶灵。这两种阵法都有着很可怕的作用，可以说每一种对于戒灵师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但是最可怕的是，当戒灵破风阵与恶灵束缚阵这两种禁忌阵法凑到一起之后，便可以做出更可怕的事情。而这也是楚风一直想做的事情，那便是将他体内那另外一只狂暴且强大的戒灵从他的体内剥离而出，让其化作恶灵，然后将他束缚，以让他为自己所用。那只戒灵杀意滔天，在楚风的戒灵空间内封印多年，一直想要杀掉楚风。楚风根本就不敢放他出来，因为只要放他出来，那位不仅会杀了楚风，还会祸乱天下，大开杀戒，屠戮苍生。与淡淡不同，那另外一只戒灵是真正的是杀戮的象征，是真正的杀之修罗。但是只要有戒灵破风阵与恶灵束缚阵这两种阵法在，楚风就有办法让这个可怕的定时炸弹为自己所用，成为自己最有力的手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想不到这5只圣土不仅真的有恶灵束缚阵，并且还被你找到了。这一刻淡淡也是高兴的，不仅高兴，身在戒灵空间内的他还对着那封印大门挑衅起来，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就能收拾你这小东西了。然而淡淡此话一出，那大门竟然剧烈的抖动起来，一阵又一阵狂暴的能量在那大门之内肆虐开来。淡淡怎么回事？楚风察觉不对，一层又一层恐怖的气息正在自己的戒灵空间内弥漫开来，这种感觉让他有些不安。没事，那个弱弱的小家伙知道自己要倒霉了，所以发脾气呢。淡淡若无其事的笑着，并且说话间还一蹦一跳的靠近了那恐怖的大门，用力的敲了2下，说道：别叫了，若不是本女王力量被封，就你这种货色也敢这么猖狂，与本女王叫嚣。淡淡此话一出，那大门之内的嘶吼声与咆哮声变得更凶。这一刻楚风叹息一声，他终于知道那只可怕的戒灵为何如此暴躁了，这完全就是被淡淡这位女王大人给刺激的。楚风，你快逃！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收到了淡台雪的暗中传音。这一刻楚风的脸色忽然变得凝重起来，因为他仔细感应便可发现，淡台雪与南宫崖联手作战，竟然不是那鬼脸老道的对手，也落入了下风，现在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的女王大人，可能又要麻烦你出场了。楚风说话之间已经张开了结界大门，而美艳绝伦的淡淡
也是迈着优雅的步伐自结界大门走了出来。她那美丽的眼眸闪烁着隐隐凶芒，妩媚而不失可爱的嘴角微微翘起，伸出那性感的小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角，以一种很是邪恶的语气说道：“本女王早就饥渴难耐了。”血红色的骷髅发出滔天魔气，在鬼脸老道的催动之下，张着那血盆大口，不断向南宫崖以及蛋台雪发动凶猛的攻击。在此等攻击之下，南宫崖与蛋台雪皆是脸色苍白，冷汗连连。尤其是南宫崖，他的左腿之上竟在鲜血直流，被啃食掉了一大块肉，露出森森白骨，受了重伤。这倒也怪不得他们，实在是鬼脸老道此刻所施展的结界之术太过阴险，这根本不像是结界之术，而更像是一种无比邪恶的魔功。可恶，仇人近在眼前，难道我也无法为姐姐报仇？南宫崖很是不甘，明明努力修炼，为的就是斩杀眼前这个老畜生，可是如今老畜生就在他的面前，他竟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让他极为的不甘。至于蛋台雪，他想的则是不多，只希望楚风能够逃脱就好。至于其他的，他并不在乎，哪怕他自己的生死，他也不是很在乎。他是真正的置生死于度外，和我斗，你们根本就是自讨苦吃。但你们既然不自量力，我现在就成全你们，让你们死得彻彻底底。而占据了绝对上风的鬼脸老道也是越发的自信，说话之间，血红色的结界之力自体内散发的越来越多，那血色骷髅头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力量也是越来越强。然而就在这时，通道的深处忽然传来剧烈的抖动，与此同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压迫感也是自那通道深处飞速的席卷而来。这是什么鬼东西？回头一看，莫说南宫崖等人，就连鬼脸老道也是吓得不轻。暗黑色的气焰如黑色的巨浪一般，一层夹带着一层翻滚而来，似是来自地狱一般，散发着无比强烈的杀气。那杀气能够深入骨髓，融入灵魂，让人发自灵魂的感到畏惧，感到害怕，仿佛世间没有比这再可怕的力量，没有比这再恐怖的存在。哪怕是鬼脸老道，那邪恶的血红骷髅头，在这股力量之下，也是显得不堪一击，邪恶阴暗。他在这股力量面前根本不配，毕竟这股气焰可是来自修罗灵界的力量。眨眼之间，来自修罗灵界的暗黑色气焰已是席卷向了鬼脸老道。鬼脸老道惊慌之间，赶忙向欲用血色骷髅头去抵挡，而血色骷髅头也是不甘示弱，一个个的张着那恐怖的血色大口，竟向那暗黑气焰撕咬而去。可就在那血色骷髅靠近之际，暗黑色的气焰之中竟出现一张满是黑色獠牙的超级巨口，只是一口就将无数个血色骷髅吞下，并且狠狠地咀嚼起来。一时之间，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自那暗黑气焰之中传来，血红色的气体也是不断传出，血色骷髅正在被他硬生生地咬成粉碎。什么东西？你究竟是什么鬼东西？这一刻，哪怕是鬼脸老道也是彻底慌了，因为他在那暗黑色气焰面前感受到了一种感觉，无力，非常的无力。这根本就是一场打不赢的仗，喊什么喊？怕了就直说。忽然，那充斥通道深处的暗黑气焰开始散开，而与此同时，一道美丽的倩影也是浮现而出。这位正是蛋蛋。蛋蛋身穿黑色羽毛短裙，迈动着两条白皙如玉的长腿，从容而优雅地踏空而来。他这个样子根本不像是在战斗，而像是在散步。可事实上，他却是在战斗。九品武王，这不可能！区九品武王，你怎么可能拥有压制我的力量？鬼脸老道仔细观察了蛋蛋的修为后，更加不甘地咆哮起来。被九品武王压制，这让他很是不服，让他感觉丢尽脸面，不甘心是吗？感觉很不可思议是吗？怎么样都无法接受是吗？其实我理解你，此刻的你就像是一只乘坐着树叶努力过河的蚂蚁，你已经随波逐流飘了很久，总算凭借着运气快要到了河岸的另一头。可就在这时，你忽然看到一头巨象，它只是简单的一步就跨过了那条你用上许久都无法跨过的河流。你感觉迷茫，你感觉不可思议，你感觉无比的震惊，你甚至根本就想不通，怎么会有生物比你强上这么多？这简直不合天理。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事实。你我的差距就宛如那巨象与蚂蚁，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就算你感觉不可思议，也只能说明你以前的目光太短浅，没见过真正强大的存在。你也不必感觉自卑，因为这是天生的差距。本女王天生就比你强大无数倍，我的战力在你眼中是逆天，可是在比我强的人眼中却是极为不堪的。说的好像有点多，这么深奥你也未必会懂。算了，还是送你这个人渣上路吧。话到此处，淡淡眼中的杀意忽现，那暗黑色的气焰已是变本加厉的飞掠而出，化作无数道暗黑色的利爪，向鬼脸老道撕扯而去。少胡说八道，故弄玄虚，老夫不信你这套。那鬼脸老道果然没有听进去淡淡所说的话，他不甘的怒吼一声，随后血红色的结界之力如爆发的火山，奔腾的江河一般，不断自他体内奔腾而出。他是倾尽全力，最后一战。而在他全力催动之下，那血红色的气焰如巨浪一般，夹带着恐怖的气息，向淡淡袭击而去。终于，两者相遇了。任凭那血红色的结界之力再凶猛再邪恶，可却根本无法淡淡的暗黑气焰抗衡。两兵交战，强者胜，此战已然见分晓。一时之间，鬼脸老道的血红色结界之力如同溃败的大军，顿时散乱开来。而那暗黑色的利爪更是狠狠地插入了鬼脸老道的身体，洞穿他的丹田，破坏他的神识。只是一击，胜负已分。哈哈哈！幸运，这是我的幸运。哇哈哈哈！然而，鬼脸老道身受重创之际，不但没有发出痛苦的哀嚎，反而疯狂地大笑起来。这一幕让南宫崖等人倍感吃惊，尤其是南宫百合，还以为是这鬼脸老道经受不住打击，疯了呢。你是修罗界灵，你是一只修罗界灵。素闻修罗界灵恐怖无比，想不到今日一见，
竟然果然如此，传闻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修罗戒灵乃是7灵界之最强，修罗戒灵师更是戒灵师中当之无愧的王者。我鬼脸老道有生之年，竟能看到一位修罗戒灵师，看到一只如此厉害的修罗戒灵，我也算是不枉此生，我也算是死得其所。来吧，杀了我吧！死在修罗戒灵师的手中，死在修罗戒灵的手中，死有何憾？鬼脸老道疯狂地大吼起来。此刻的他竟视死如归，一点也不惧怕，反而感觉这是一种荣誉。这一刻，南宫雅等人终于知道他为何情绪如此反常了。原来是他觉得自己死得其所，原来是他被这只强大的戒灵所折服了。的确，一只修罗灵界的戒灵的确很是利奥的，这是只存在传说中的存在，没想到竟真的出现了。此时此刻，莫说是鬼脸老道，其实就连南宫雅以及南宫百合他们也是非常的吃惊，因为蛋蛋的确太强大了，强大的已经有些离谱，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真是可惜，你连死在本女王手中的资格都不配。然而就在这时，蛋蛋则是冷哼一声，随后意念一动，竟直接将那鬼脸老道丢向了南宫雅。多谢。南宫雅不傻，知道蛋蛋是要让他来处置鬼脸老道，让他亲手为自己的姐姐报仇，蛋蛋是在成全他。而事实上，南宫雅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亲手杀掉鬼脸老道，为自己姐姐报仇。不要让这个孽徒动手，求你，修罗大人，你杀我，只有死在你的手中，我才是死得其所。然而眼见着南宫雅要动手杀他，鬼脸老道顿时脸色大变，发出极为不甘的咆哮。然而就在这时，南宫雅动手了，他手中的长枪化作一道金光，已是狠狠地刺入了鬼脸老道的体内。随后长枪金芒一颤，一股地威变横扫开来，将鬼脸老道的内脏硬生生地震成了粉碎。事实上，不只是内脏，就连丹田以及神识也是被他一并震碎开来。南宫雅没有过多的折磨鬼脸老道，只是一击便杀了鬼脸老道，可谓干净利落。但是这一击之后，他的心中一块大石头也是就此滑落，那压在他心头的大石头终于不见了，他也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狂暴的吸力忽然散发而出，是蛋蛋正在用他的力量吞噬那鬼脸老道的本源。虽然他没有亲手杀掉鬼脸老道，可是鬼脸老道的本源他可不会放过，这本源实在是太渣了一点都不补。吸收完本源之后，蛋蛋很是不满地撇了撇小嘴，女王大人怎么看怎么美，一举一动都是可爱的不得了，哪怕她在杀人也是很美，多谢你让我大仇的报。就在这时，南宫雅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蛋蛋的面前，向蛋蛋施以叩拜大礼，多谢你让南宫雅哥哥大仇的报。与此同时，南宫百合以及南宫茉莉也都是跪了下来，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杀掉鬼脸老道这对于南宫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并且就算刨除让南宫雅亲手杀掉鬼脸老道的事情，蛋蛋也的确是帮了他们大忙。如果不是蛋蛋出手，他们都要死在鬼脸老道的手中。尤其是蛋台雪、南宫百合以及南宫茉莉3名女子，可能还要受辱而死。而正是因为蛋蛋的出手，才得以让他们幸免。蛋蛋不仅是帮了他们，还救了他们一命，还守住了他们的尊严。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他吧。然而对于南宫雅等人的感谢，蛋蛋却显得很是冷漠，没有过多的理会，而是背着小手，迈着优雅的步伐向通道深处走去。这一刻，人们才发现楚风已经走了过来，并且看到蛋蛋靠近之后，楚风意念一动，打开了一道结界大门，而蛋蛋则是头也不回地走入了那结界大门之中。如果说先前蛋蛋究竟是谁的戒灵，南宫雅等人还在猜测的话，那么这一刻他们不用猜测了，蛋蛋这位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戒灵乃是楚风的戒灵，楚风便是传说中的修罗戒灵师。此刻南宫雅与南宫百合都没有说话，但是他们的心中却是产生了如浪潮涌动一般的情绪，久久难以平静，逆天的战力，并且还是一位修罗戒灵师。这个楚风也未免太强了一些，强到超乎他们的想象。如今的楚风真是修为还只是8品武王，但是连鬼脸老道这般棘手的人物都死在了他的手中。若是日后楚风也成为了半帝，又会何等可怕？若是成为了5帝，又会何等可怕？同等境界之中，还会有人是他的对手吗？此时此刻，无论是南宫百合，还是南宫茉莉，甚至是南宫雅，他们对楚风都是刮目相看，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叫做楚风的人是何其的强大。诸位都没受伤吧？楚风笑眯眯地打量起众人，他先前只顾着收纳远古卷轴，没能及时赶到。倘若南宫雅等人因此而受伤，楚风也会感到很是过意不去。楚风兄，多谢。南宫雅走到楚风近前，便要向楚风也施以跪拜大礼。南宫兄，你这是做什么？楚风不是蛋蛋，他岂能让南宫雅对他施以跪拜大礼？所以还不待南宫雅跪下，楚风便赶忙走到他的身前，一把搀扶着了南宫雅，阻止他向自己下跪。楚风兄，你不明白，亲手杀掉鬼脸老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就连做梦都想杀掉他，而如今我能够得偿所愿，全都是靠了你。楚风兄，你今日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你就是我南宫牙的大恩人。南宫牙说这番话的时候，竟然已是热泪盈眶，他真的快要哭了。这一刻，楚风心中也是一动。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是此刻南宫牙的泪绝对不是伤心的泪，他是完成心愿的泪，他是轻松的泪，他是解脱的泪，他是大仇的报的泪。